除夕夜他却把8块的面改成了5块，价格不升反降。这一举动让一旁的老板娘有些惊讶，但也没多说什么。家家户户都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喜悦中。在一家小小的面馆里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，热气腾腾的面条香气弥漫在空气中。面馆里有一张桌子却始终空着，显得格外特别。周围的客人时不时地朝那张桌子投去好奇的目光，大家聚集在这里，都只为等待老板口中女财神的出现。而这背后却有着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。时间回到18年前的那个除夕夜，城市里弥漫着浓浓的年味，欢声笑语回荡在大街小巷。面馆老板正准备关门下班，这时却来了一家3口，他们衣着朴素，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和拘谨。可不可以买一碗热汤面？这个。来嘛来嘛！老板热情地招呼他们进来。母亲牵着2个年幼的儿子，小心翼翼地找了个位置坐下。老板娘微笑着询问他们：“就一碗汤面吗？大过年的也不加2个菜？”母亲听后微微低下头，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。吃碗热乎的就行了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丝无奈。老板在一旁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他看着这一家3口，瞬间就明白了女人背后的辛酸和无奈。他没有多说什么，特意给他们多加了半份面条。很快，一碗热乎乎、香气扑鼻的汤面就端到了他们面前。面条上漂浮着几片青菜，还有一个金黄的煎蛋。汤的颜色浓郁诱人，早已饥肠辘辘的兄弟俩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母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们，2个儿子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着面条。吃鸡蛋，把鸡蛋吃了。妈，你不吃啊？母亲笑笑答道：“妈不饿。”就像小时候的我们，总是那么容易就被妈妈善意的谎言所欺骗。后厨里，老板娘向老板吐槽道，老板则皱了皱眉头，轻声说道：“不要说了。”他明白这一家3口肯定遇上了什么困难。就在这时，外边的兄弟俩突然吵了起来：“谁让你吃那么多了？妈还没吃呢！”弟弟听后有些不好意思。龙龙，母亲知道大儿子孝顺，她一边温柔地取下粘在小儿子衣领上的面条，一边轻声询问他吃饱了没有。吃饱了没有？弟弟天真的摇摇头：“妈，我也想吃。”母亲听了没有说话，只是低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这时，一旁的大儿子懂事地安慰道：“妈，我以后挣钱了，我让你们天天都吃面条。”母亲看着眼前懂事的2个孩子，强忍着眼眶中打转的泪水，说道：“不就是一碗面条吗？你俩要是乖，妈以后还带你们来吃，听见没有？”说完，母亲喊老板结账。老板，结账。哎，要得，5块。母子3人有说有笑地消失在了夜色中。春去秋来，时光匆匆流逝，转眼又是一年除夕夜。当城市再次被新年的喜庆氛围所包围，这家面馆又迎来了那3个熟悉的面孔。他们依旧穿着朴素的衣服，走进面馆的那一刻，老板和老板娘一眼就认出了他们。和去年一样，他们只点了一碗汤面。老板娘，哎，可不可以再给我们来一碗汤面？要不然这点别的，来碗热乎的就行。这一年，我们2个孩子一直想着你们家的汤面呢。一碗汤面。哎，要得，汤面1碗啊。善良的老板和老婆商量，要不给他们做3碗汤面吧，他们太不容易了。可老板娘却摇了摇头：“梁子不好意思。”于是夫妻俩达成了默契，偷偷往锅里放了2个人的分量。做好面后，他们相视一笑，那笑容里满是温暖和善意。这次兄弟俩都变得比去年更加懂事，他们一起端起面条，非要让母亲吃一口。妈，你也尝尝，来，妈不饿。吃嘛，吃嘛，吃嘛，哎，吃嘛，来尝一口，尝一口。母亲推脱不过，只好接过面条，但只是浅浅的喝了一口汤。细心的大儿子发现今年的面分量比去年的多，他心中明白老板和老板娘的好意，于是在结账时，母亲便付了2份面的钱，可老板娘却怎么也不肯收下多出的那份钱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哎呀，大过年的来，赶快你们回家，你们俩3个搞。母亲见实在拗不过，只好带着孩子深深的鞠躬致谢。他们手拉手再次消失在了除夕夜的巷子里，身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孤单，但又充满了希望。又1年过去了，这1年物价上涨，各种食材的价格都涨了不少，原本5块的汤面也涨到了8块。在送走最后一波客人后，老板赶紧赶回了屋里，毫不犹豫地把8块1碗的汤面改成了5块。一旁的老板娘有些吃醋地挖苦道：“人家要不来，你这个是想死病了是吧？”老板却认真地解释道：“李三水哦，太凶了，他们说的财神爷。是每年除夕夜又送月包的财神爷，我要把他们伺候好了，晓得吧？”
老板娘听了，虽然嘴里还在嘀咕，但眼神里却也透露出一丝理解。话音未落，母子三人再次准时来到了店里。今年兄弟俩明显长高了不少，脸上也多了几分成熟。母亲的脸上不再像以前那样满是愁容，而是带着一丝自信和欣慰。而且这次他们点了2碗汤面，老板看到后照例多给他们加了一份。儿子们变得更加懂事，他们抢着让妈妈品尝自己碗中的第一口面。你再尝口我的。这是他2年来第一次真正品尝到汤面的味道，原来真的和儿子们说的那样，那么的美味。他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眼眶不禁红了起来。看着眼前懂事的孩子，他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。小毛，妈妈今天要跟你们说一句谢谢。为什么？因为2年以前，你们的爸爸出了车祸，去世了。家里因此欠下了巨额外债，那时候母亲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多亏了大儿子每天努力的送报纸，小年纪就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。小儿子也很懂事，在家里为母亲做饭，让他省心不少，全身心的投入工作。终于在今天成功的还完了所有的欠款。原来一家人齐心协力真的可以解决面前的所有困难。大儿子也在此时分享了另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小虎的同学跟我说，学校要开家长会，那天妈妈你正好出去打工了，然后我就替妈妈去了。小虎写了一篇名为《1碗汤面》的作文，得到了老师的表扬，还让他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。2年的2月31的晚上，一个很忙的妈妈已经回家很晚，她不让我做饭，交代我和哥哥吃可热乎可口的，因为母子3人走了很远，最后到了临街的小馆，我们3人只将了1碗汤面，面店的伯伯和伯母竟然最后还向我们道谢，并且祝我们新年快乐。大声音好像在鼓励我们坚持要勇敢地活下去。我长大以后也要开面馆，也要对每一个客人说谢谢，加油，祝你新年快乐。听到这里，老板娘再也绷不住了，她躲进丈夫的怀里，偷偷的落泪。那泪水里有感动，有欣慰，也有对这一家人深深的祝福。从这以后，1碗汤面的故事就成了十里八乡的美谈。每年除夕夜，老板和老板娘都会留出那张空桌，静静的等待那3个财神爷的光临。而这一等就是15年。15年间，店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。每到除夕夜，店里总是热闹非凡，每位客人都会在这一天点上一份5块钱的汤面，并且抢着让老板娘再讲一遍那个百听不腻的1碗汤面的故事。大家都被这个故事所感动，也被老板和老板娘的善良以及那一家人的坚强所鼓舞。而当有不知情的客人想要坐上那个预留的空桌时，大家也会自发的制止。有人会说，那个位置不是你坐的，是老板娘给财神爷留的。哎呀，对不起。大家似乎都达成了一种默契，共同守护着这个温暖的约定。只是这15年，这个桌子始终没有等到属于他的客人。老板和老板娘虽然心中有些失落，但他们依然每年都坚持留着那张桌子，期待着奇迹的发生。就在大家都以为这一家人可能再也不会出现的时候，今年的除夕夜，门外突然传来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声音：“老板，您这汤面还卖5块钱一碗呢。”你是？老板一时间竟有些认不出面前这个高大的帅小伙，但是随后出现的那个熟悉面孔却让他哽住了。老板，老板娘。时隔15年，母亲虽然早已白发苍苍，但脸上洋溢着的却满是幸福的笑容。她的身旁是同样穿着得体的小儿子。我小儿子大学毕业了。哦，我大儿子美国回来的。好得很，好得很，好得很。来，离了近啊，离了近。新年好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老板，这回我们要3碗面。要的，汤面3碗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老板和老板娘为他们端上了1人1碗的汤面。母子3人看着眼前的汤面，仿佛又回到了18年前的那个除夕夜。他们相互祝福，一起迎接更加幸福美满的新年。幸福的笑容洋溢在店里每一个人的脸上。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像这一家人一样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能齐心协力迎接幸福的未来。这1碗汤面不仅仅是1碗普通的食物，它承载着老板和老板娘的善良与温暖，承载着这一家人的坚强与希望，更承载着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。他的故事将永远在这个城市里流传，激励着每一个人勇敢地面对生活，传递着爱与温暖。汤面1碗。